Hello， 大家好，我是拉风牛。这期呢，带大家来欣赏一下钻石工坊从诞生到现在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 A 车合集。注意，这里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A 车不是所有钻石工坊车。那首先就是我们目前的腾空霸主裁决者了。那这辆车不用多介绍了，其实大家都懂但是我还是要逼逼几句那这是我们最新一辆的 S 联赛 A 车，也是首辆可以保留小喷的 A 车同时也是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最好玩的一辆 A 车。那目前拥有国服数量最多的就是裁决者了，一共有36个之多。然后是永业君主，那这辆车呢，由于特效是花里胡哨的，所以各界呢对这辆车的评价猜测是片刻车来的。但是后来大佬试驾之后呢，这个车原来可以刷好几个国服，但是凉的也挺快的10月29号发布，2月呢就剩下1个国服了。那总的来说呢，这辆车还是挺不错的，要颜值有颜值，要国服有国服。再来看去年8月1号发布的独行者首辆氮气延长 A 车联赛测试的时候呢是延长 1.8 秒的，但是后来呢实在是太恐怖了，就削到了延长 1.2 秒。但即使如此呢，这车发布之后仍然占领了飞车大部分地图可见当初如果延长 1.8 秒的后果是有多么恐怖然后呢，由于裁决者的发布，目前国服数量这车呢只剩下了26张。然后我们中间直接跳过了劲霸这辆片刻车，来到去年春节发布的晴天雷诺。那作为端游超强影响力的雷诺家族的其中一员这辆车呢也是延续了雷诺的防撞能力加上其联赛 A 车的身份呢，使得这辆车基础性能好，防撞好到这辆车由于影响了飞车的碰撞平衡，所以呢这辆车的防撞数据也是惨遭修改那雷诺之后呢，我们跳过新武者，然后来到追光者。那追光者呢，作为19年春季 S 联赛 A 车，综合性能也是很强手感各方面呢都是非常棒的在当时来说，除了有些图打不过迅捷流星之外，那这车真的就是没啥缺点了。那再来看一下于19年6月14上架钻石工坊的迅捷流星。那迅捷流星呢，作为最具有影响力的第一代流氓车，其实发布之初，很多人呢都是不大看好这辆车都以为这辆车是道具车。不信大家看它的特性每4次被酷比闪电磁铁攻击时获得氮气，那使用氮气即可达到 CWW 极限速度。那谁知道这玩意原来是流氓车直到后来大家才明白原来这是策划对流氓车的尝试那迅捷流星之后呢，是上架于19年5月1号的天鹏。天鹏属于猪年限定 A 车，除了外观之外呢，这个手感也是挺有争议的因为它这个转向原因嘛，所以呢，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很奇怪。那这辆车呢，强是没有强多久的，只有2-3个月，但是它也是可以刷大部分地图的国服的。那天鹏之后呢，是上架于19年2月5号的春节限定 A 车猎魂者。作为第2代联赛 A 车呢，猎魂者并没有像他的前辈破晓者一样那么孬直接就是干掉手感之王白玉神驹，登顶飞车性能之王。但可惜的是，这车呢跟天鹏一样坚持了3个月而已好的，最后呢是我们的工坊鼻祖白玉神驹了。那2018年8月1号呢，飞车上线了最新的氪金方式——钻石工坊。白玉神驹作为首辆工坊 A 车呢，其性能也是惊艳众人。记得当初上架的时候呢，当晚很多知名主播都上手试驾了这辆 A 车。他们对这辆车的评价统一都是手感好、极其棒、小喷长，各种图呢都能完全的适应进去。那由于性能呢确实是挺强悍的，所以这辆车呢也是连当时首辆联赛 A 车破晓者呢都是只配当配角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个人认为钻石工坊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 A 车了。如果有遗漏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补充那本期视频差不多就要完结了，还是那句话一次性跑那么多 A 车的素材呢，就是为了大家的点赞、关注、转发、投币，希望大家满足我一下，谢谢大家了。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